好，我是 Eric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 Au Pair 互惠生计划。如果你想到美国打工度假，体验当地的生活，那 Au Pair 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先来说一下一般美国的打工度假吧。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有提供外国人打工度假的机会，但美国相对而言，它的申请条件是比较严格的。一般我们定义的打工度假呢，是到一个国家去，然后呢找到一个自己喜欢或是适合自己的工作，并支撑你的当地的生活费用，然后达到一个旅游的目的。而美国所提供台湾人打工度假的方案呢，是只有提供大学生参加，时间呢也只有短短的3个月工作，加上1个月旅游，总共4个月的一个时长。那如果你像我一样的大学已经毕业了，或者你觉得4个月实在是太短了，入不敷出的话呢，Au Pair 计划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先来说一下 Au Pair 的由来吧。Au Pair 这个词呢，它是来自于法文，它的意思是一个互惠、平等的一个意思，所以后来我们才会使用 Au Pair 这个词来形容互惠生。那什么是 Au Pair 计划呢？现在我们指的 Au Pair 呢，是指年轻的外国人跟当地的寄宿家庭在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下一起生活的这样一个计划。一个好的寄宿家庭呢，会把你视为家人一样的存在，提供你生活上的一切所需，包含像你自己个人的房间啊，还有3餐。那有一些更好的家庭呢，甚至会提供你电话、SIM 卡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独立卫浴啊，然后还有包含有的家庭甚至会给你一台车。他如果住的是离市区比较远一点点的话呢，他会给你一台自己的 vehicle， 然后让你随时想要用的时候都可以使用。然后有一些家庭甚至会带你去他们的家族旅游啊，帮你支付机票啊、饭店啊、3餐啊等等的。那 Au Pair 呢，则是为寄宿家庭提供与孩子相关的一切协助与照顾。Au Pair 计划的初衷呢，是提供双方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机会，跟我们一般听到的打工度假会比较不一样。一个好的寄宿家庭呢，会希望你可以成为他们家里的一份子，以一个大哥哥或者是大姐姐的身份，在家里陪着孩子一同长大。美国是一个文化大熔炉，但大家应该也知道，因为他们的母语其实是英文，所以导致其实很多美国人他都没有第二语言的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在参与 Au Pair 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未来的互惠生能够有第二语言跟孩子分享。像我们中文跟英文都会说的话，在这个计划里面就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很多美国家长都知道中文现在算是全球一个非常大的语系，所以他们会希望自己孩子在小时候就有优势，可以在双语的环境下长大。而有些例如像是法裔的美国人，他们可能就会希望自己的 Au Pair 是会说法文的，让小孩就算在美国长大，也可以有法语的一个学习机会。而同样的，对于 Au Pair 互惠生而言，因为你是住在寄宿家庭里跟美国人一起生活，这让你可以体验到当地真正的生活方式跟风俗民情，并且增进你的英语能力。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 Au Pair 计划呢？如果你想要成为 Au Pair 的话，你就必须符合以下这所有的条件。首先，第一个，因为这个计划呢是让外国人来当地体验生活嘛，所以首先你必须不是美国人，然后没有美国的身份才能够参加。那世界各国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规定。那针对台湾呢是有开放，只要你找到相对应的经纪公司、中介公司可以帮你申请，那你就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计划。针对性别方面的话是没有特别的限制。如果你是男生，你也非常喜欢小孩，然后有相关的经验的话呢，你也可以申请。他们给男生的互惠生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Bro Pair， 其实还蛮可爱的。好，这是题外话。第三，你要有基础的英语沟通能力。我觉得这个要求的条件算是蛮广的，毕竟这个 Au Pair 计划是提供外国人到美国当地去学习语言啊，增进自己语言能力的一个计划，所以它的要求并不会太高。甚至有一些是亚裔的家庭，像 ABC 啊，他们住在美国，那因为小朋友在美国生长，所以会导致他们的中文语言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有的会希望像是亚洲，不管是中国还是台湾的 Au Pair 到美国住在他们家庭之后，可以用全中文跟小孩一起沟通。那父母同时也会讲中文，他们的要求就会非常低，所以到时候就是看你自己在配对的时候是选中什么样的家庭，但基本上你英文能力越好，你被选中的机会就越高。第四，你必须要是高中毕业或是同等学历毕业，肄业是不行的哦，它是要提供你的毕业证书给到机构的。第五，身体健康，没有特殊疾病。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到底它的要求有多严格，因为他没有在网站上写的很清楚说，哦，什么病不行，什么病可以。但是因为毕竟你是要照顾小孩嘛，所以如果你有传染病这件事情是肯定不行的。但如果你是可能像心脏病史啊，或是你有气喘啊等等，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试着申请看看。在你申请的时候呢，机构会提供你一个表格，就是类似像1-2张 A4 纸这样的一个全英文的健康检查表，然后你要拿着这张表呢，到你自己的家庭医生啊，或者是你家附近的诊所啊，请医生帮你做一个基础的检查，然后包含一些疫苗的施打啊等等的。到时候你如果找的机构不一样，他们的要求也会不一样，但只要你没有特别的传染病或是特别虚弱的身体的话，其实你都可以试着申请看看。然后这个部分记得千万不要造假。如果你有什么样类型的疾病，一定都要完全的告知美国的机构，因为在美国伪造文书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假如你有气喘啊，或者是像心脏病史啊，你觉得不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到美国当地发生了，他们其实是可以告你伪造文书或诈骗的哦。所以记得这部分一定不要作假哦。然后第6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了。你只要到直辖县市里面的警察局外事科或者他其他授权的机构去申请一个良民证就可以了。我记得费用也没有很贵，好像就是100-200块之类的吧，就可以申请到一张你的那个无犯罪记录的一个证明。
第七，你必须要有照顾小孩的经验，你会需要提供2张非亲友的儿童照护经验推荐书，并有超过200个小时的儿童照护经验，然后还有1张人格推荐书。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计划，你还有时间，你还年轻，然后没有相关的经验的话，其实可以赶快去找相关的工作去提高你的时数。那200个小时其实没有那么难啦，你就做几个月，像补习班老师啊，或是保姆啊 ，babysitter 啊，每个经纪公司他们的要求会不太一样。我听过最高的是某一个经纪公司，他要求到2000个小时的经验，那这个的话算是比较例外，但基本上你只要达到200个小时，大部分的经纪公司都会让你申请。那如果你想要提高自己的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照顾2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叫做 infant qualification。IQ 就是说你要有儿童照护经验，就是小 baby， 不管是新生儿或是到2岁，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格哦。如果你照顾的小孩是像是高中生、国中生啊这种的话，虽然时数也算，但是呢你中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因为大部分他们会想要参加这样计划的家庭，他们可能家里有好多个小孩，可能在包含他们现在刚有个新生儿，所以很需要你的帮忙。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婴儿照顾经验的话，可能你的家庭配对的机会也会相对缩少一点点。第8，你必须要经过全英语的真人或者视讯面试通过了，才可以正式的配对家庭。这部分它基本上就是要看你人格有没有问题啊，或者再加上你的英语能力到底有没有像你在申请的时候说的这么好呀，然后还有包含他会问你一些相关儿童照护的经验，确定你没有骗他们。那针对面试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之后会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因为它其实问题还蛮广的。我面试了3家不同的经纪公司，他们都问的问题都差不多类似，但要问什么的话，我们之后做影片再跟大家说。第9，你必须要喜欢小孩。我相信大家到美国的目的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想要学英文，有的人可能只是纯粹想旅游。但是毕竟你的生活呢会被小孩包围，你会住在寄宿家庭里面，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小孩的话，会非常的痛苦。小朋友的年龄呢，从新生儿3个月起跳，一直到16岁的小孩都有可能。第10，你必须能够在美国待上12个月以上的时间。Au pair 的进出美国机票都是由寄宿家庭或者是经纪公司所提供，所以如果你没有待满12个月，中途要离开的话呢，除了有毁约的问题之外，你自己回程的机票也必须自己负担。11，有一些家庭他会希望你有驾照。美国的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其实非常的远哦，而大部分有小孩的一些家庭，他们都会住在乡村，而不是住在都市里面。它不像我们台湾一样，可能你下到楼下就是你可能住在信义区啊、东区啊等等的。美国这样子的家庭是非常少，大部分住在市区的都是单身汉，然后等到你结婚有孩子之后，他们都会搬到郊区去住，环境会比较舒服，然后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有自己的游泳池啊、户外啊，有一些荡秋千啊，给小孩的一些设备。但是相对应的就是到市区或者他们要开车去上课啊等等的距离都会非常远。孩子在到达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们开始会有一些课外活动啊，或者是要包含上下学啊，这些过程都必须要开车。所以你如果照顾的孩子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的话，接受他们的上下学，然后还有包含课外活动，去公园啊，去参加别人的生日派对啊等等，都会需要你开车接送。所以有一些家庭对于 Au pair 的开车技术是非常要求的，而如果孩子还很小的话，或许家庭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驾照的要求。但其实为了生活方便，我建议大家还是都可以去考一下驾照，因为如果你配对到的家庭他是住在郊区，而你不会开车的话，其实会非常痛苦。美国不像台湾交通这么方便，到处都有捷运跟公车。如果你没有驾照，到时候每天被锁在家里哪都去不了，你真的会崩溃。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有时间的话考一下驾照，然后到各地的监理所去办一个国际驾照就可以了。那今天影片大概就这样了，那我们之后还会再做第2集，跟大家分享在美国当 Au pair 的一个福利啊，还有工作内容啊等等。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一定要按一下订阅，然后呢可以开一下小铃铛。那之后我们上传新的影片的话呢，你就会收到通知喽。我们下次见啦，拜拜。